豪门最重家教，初次见面，乖乖女形象最为稳妥。傅少，冤枉！我真的没有吞钱，冤枉！不是我吞的钱。你做的账，连我高薪聘来的专家都看不出漏洞。你这种大才，要是不交代清楚了，我可不敢放手。傅少，这是在料理公司事务？你稍等片刻。看来傅少对婚约很不满，这是要给我个下马威呢。比起会知难而退的小白花，我得给傅少一朵带刺的玫瑰。傅总，秦家的秦水燕小姐到了。老爷子生前给我安排的未婚妻，刁蛮跋扈的野丫头罢了，让她等。傅少，你好，我是秦水英，你的未婚妻。秦小姐，我没让你进来。傅少的账目上是不是凭空少了1000万？你看出问题了？这个是账本上凭空消失的1000万，这个数额够显眼。可如果这样呢？化整为零，草木离离，一颗糖心，但散落成沙，自然无从追回。没错，账面上其他支出用不记载详细，偏偏这里写的模糊，想必是会计有意为之，将1000万分成了无数小额支出，神不知鬼不觉把钱拿走了。秦小姐初次见面，还真是让我印象深刻。这杯我敬你。想让一个男人懂你，就必须先让他不懂你。好奇是穿肠毒药。这个践踏别人尊严的女人叫秦水英，海城首富傅少的未婚妻，也是害死我爸妈的凶手。水烟，傅少可是只吃人不吐骨头的老虎呀！再挑不出来帮你去退婚的人，我们没好日子过的。因为喜欢小白脸，想撕毁婚约，又害怕傅少报复，所以正在寻找替身。这就是我最好的复仇机会。赵思苗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是来给秦小姐当替身的。是吗？我害死了你的父母，撕了你的入学通知书，毁了你的人生，就这么算了。孩子们，孩子们，虐杀我们孩子们！这些钱拿去给这个短命鬼买棺材吧。我们不要钱，你是酒驾撞死我老公的，我就是豁出命，要将你绳之以法。绳之以法，在这海中情感就是法。妈妈错了，你不要做傻事，我们都不过的。妈，对，就这么算了。好，我给你这个机会，明天你就去见傅晨，帮我退婚，去买身像样的衣服。秦家大小姐可不会像你这么寒酸。
多美的一双手！可惜了，赵思邈，你注定被我永远踩在脚下，分不了身。有钱人最大的弱点是他们永远不会低头，看见我们的怒火。秦水英，我会替你嫁进傅家，然后用傅家的权势让你们血债血偿。豪门最重家教，初次见面，乖乖女形象最为稳妥。傅少，冤枉！我真的没有吞钱，冤枉！不是我吞的钱。你做的账，连我高薪聘来的专家都看不出漏洞。你这种大才，要是不交代清楚了，我可不敢放手。傅少，这是在料理公司事务？你稍等片刻。看来傅少对婚约很不满，这是要给我个下马威呢。比起会知难而退的小白花，我得给傅少一朵带刺的玫瑰。副总，秦家的秦水英小姐到了。老爷子生前给我安排的未婚妻，刁蛮跋扈的野丫头罢了，让她等。傅少，你好，我是秦水英，你的未婚妻。秦小姐，我没让你进来。傅少的账目上是不是凭空少了1000万？你看出问题了？这个是账本上凭空消失的1000万，这个数额够显眼。可如果这样呢？化整为零，藏墨于野，一颗糖心，但散落成沙，自然无从追回。没错，账面上其他支出用不记载详细，偏偏这里写的模糊，想必是会计有意为之，将1000万分成了无数小额支出，神不知鬼不觉把钱拿走了。秦小姐初次见面，还真是让我印象深刻。这杯我敬你。想让一个男人懂你，就必须先让他不懂你。好奇是穿肠毒药。欲擒故纵对我没用，秦小姐想要战利品的话，就拿真心来换。傅少可能是误会了，我只是想，如果傅少对婚姻不满，大可直接取消，何必拐弯抹角给我下马威，肆意侮辱？既然傅先生都没有谈话的诚意，那我就直说了，我是来和你退婚的。你要退婚？这女人和传闻中半点不像，有点意思。如果你嫁给我，你就是傅氏的女主人，傅氏旗下100亿资产，1000家企业都是你的，你还怕吃亏？傅少，我是秦家大小姐，不会缺钱，我要的是真爱。不缺钱。秦家现在的资金出了问题，极不可能的要攀我这根救命稻草。这个关头，你要退婚？秦家是秦家，我是我。我既然敢来退婚，就证明我有力挽狂澜的能力。你还真想娶我？这是100万。我知道秦小姐不缺钱，就当做我惹秦小姐生气的补偿吧。手怎么了？我有洁癖，不喜欢接触外界的东西，所以喜欢戴手套。是吗？
男女之间，老虎和猎手只有一线之隔。傅晨并不简单，我得更小心计划才行。让一个男人喜欢自己非常简单，公共场合回应他，私下里拒绝他，再配合一点点小小的心有灵犀，让他觉得命中注定。这是我傅家的私人珠宝定制俱乐部，会来的人不多。晶晶，你可以随便看看。我帮你。好看吗，傅晨？秦小姐叫我什么？都快结婚了，难道还叫你傅少？傅少，别玩火。我这几个东西，喜欢什么随便拿。陈亮，你今天可得好好帮我参谋参谋。赵思敏，你怎么在这？你和陈先生领证了，恭喜啊！这不是凯特琳娜女王带过的夏娃之泪，怎么会在你身上？我是来这家店做模特兼职的，店长让我带上展示一下。夏娃之泪价值1个亿，当年我成年宴，我爸都只能租来给我庆生。这种珍宝能让你当模特，敢和我戴一样的东西，你也配？水爷，咱们何必跟贱人置气？要不是他出主意，咱俩也不会领证啊。你看你这手都打红了，我多心疼呀！啊，对不起，我这就走。等等，这是傅家的产业，是傅少带你来的。我让你帮我拖延时间，不是让你勾搭傅少，你是何居心？难道是想借此报复我秦家？你想干什么？赵思淼，你不就仗着你这张脸吗？今天我就划了你这张脸，让你当婊子出去卖都没人要。住手！傅晨，傅晨，你居然为了这个贱人敢打我！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呀？我傅少，这位小姐跟她的先生新婚燕尔，刚刚吵了2句，有了情绪，你别生气。对，我还没退婚就跟陈亮偷领了结婚证，傅晨心狠手辣，万一被他发现我的身份，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我破了一次。来人，拖出去！是。从此我们傅氏名下所有店面，一律不准接待他们。没事吧？做我傅晨的女人，不用这么心慈手软。我只是害怕这种无关紧要的人影响了你的心情。你刚刚去取什么了？你这么突然，就不怕娶错了人？难道你不想做我傅晨的妻子，海城最尊贵的女人吗？我想。直接让傅晨动手，太便宜你们了。清水银，今天只是个开始。哇，那就是傅少的未婚妻吗？竟是这等美人！秦小姐不愧为海城第一美，我一直以为秦家是吹着呢，今天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水英，我还为你准备了一份惊喜。你已经为我做的够多了，只要你在我身边就足够了。这份惊喜你一定喜欢，我把你爸妈从国外接回来了。什么？我是觉得爸妈在国外还有生意，我不太想让他们折腾。
不用担心，这一路上都是我亲自安排。这会儿私人飞机应该已经落地了。你先玩着，我去接伯父伯母到场。这时就撞上清水英父，如果让傅少知道我是假冒的，肯定不会放过我。大白天的，收敛。那个傅少下手也太狠了。傅氏他算老几呀？为了赵思淼那个贱人打，我还看不上他呢。那个赵思淼现在就顶着秦家大小姐的身份，所以自然有几分的不便。他现在是不知道你的身份，要是知道你的身份，肯定跪下来给你道歉。水爷，你看，今日本城首富傅先生将与秦女士举办订婚宴，这也是你安排的？他是看我不爱交际，想当着去海之名流的面，彻底坐实秦家大小姐的身份，夺走我的人生。事到如今，只有赌一把了。是我，计划有变。赵思淼想弄假成真，没那么容易。哇，这是20克拉的南非钻吧？副总可真是阔绰。赵思淼，还真是富贵险中求啊！我本以为你只是想勾引傅晨搭上傅家这条船，没想到你是想借众目睽睽之势鸠占鹊巢。这位小姐，我不认识你，这里是我的订婚宴，麻烦你离开。知道你天生就是个贱种，既然你有心做梦，就让我明明晓得。诸位，这个女人根本就不是秦家大小姐，我才是真正的秦水英。她叫赵思淼，只是个没爹没妈的孤儿。我是看她穷的可怜，才让她帮我做事。没想到天性一见，胆敢冒充我的身份，勾引傅晨，她欺骗了你们所有人。这天底下同名同姓的人多了，代表不了什么。大家仔细想想，是傅晨亲自宣布与我订婚。如果我是个冒牌货，如何能瞒天过海，欺骗整个傅家？自然是你品性低劣，手段下作。秦家乃是豪门世家，你说你是秦家大小姐，你的礼服呢？你的珠宝呢？是啊，这疯婆子满口污言秽语，哪比得上秦小姐气质高雅？秦小姐身上带着的可是价值1亿的夏娃之泪绿宝石，你这个疯子穿得破破烂烂的，给我提鞋都不是，怎么可能是秦？秦水英，这些话不都是昔日你侮辱我的吗？说什么天生下贱，没了珠宝华服，比我还贱。我杀了你！你高高在上，仗着自己的家世，视我如蝼蚁一般，践踏侮辱。今天就要把我受过的那些屈辱一一奉还。够了！保安，把他给我赶出去！你敢！赵思淼，在这室内，你为什么戴着手套啊？放开！赵思淼，你以为你飞上枝头就忘了当年我的骚有多厉害？我这只鸡爪没所弄。居然是真的！快看她的手。秦水英可是海城第1大美女，从来没听说过她的手上有这么大一个疤痕。难道真是知人内部之心，穿的那么高贵，竟然是个冒牌货！胆大妄为，区区平民还想翻到我们头上了？你还给我！只要我活着一天，我一定会让你们血债血偿。
赵思邈，你不就喜欢对着男人卖骚吗？今天我就当众扒了你的衣服，让大家看看你这些贱肉，到时候看你还怎么装清纯，怎么勾引傅晨。我不认命！别骚扰我！沈爷，这怎么回事？妈！沈爷，这怎么回事？妈，你们终于来了！这个贱人，胆敢冒充我的身份，欺骗傅少！亲爹妈都来了，这下真假千金该水落石出了吧？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这是承认冒顶身份了？这冒牌货真是蛇死，连傅少都敢骗，恐怕有个全尸都够呛。就是，谁不知道傅少最恨别人骗他。没什么，你也别喊我的名字。傅少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不是，他手上的伤铁证如山，你是眼瞎了吗？订婚宴和婚礼上，我能继续戴手套吗？怎么，还是你的小洁癖？怎么回事？小时候自己不小心割伤的，虽然我自己不在意，但我想做你最美的新娘。都是我的错，我要是一开始把高尚的事情公布出，这位小姐就不会误会了。别哭了，不怕我心疼。傅少，我秦家虽不如你父亲，但在海城也是有头有脸的豪门。这个更是傅老爷子生前亲自安排，诚心提起。难道傅家就任人欺辱我秦家的掌上明珠吗？我真没有想到声名在外的傅少，竟然是个瞎了眼的蠢货。他根本就不是秦水燕，我才是你的未婚妻，我才是秦家大小姐。这是上次在珠宝俱乐部的女人，她们不像陌生人。看来我这个未婚妻，陈思邈，你能勾引得了傅少，你欺骗不了在场所有人。爸妈，今天你们就当着全海城所有名流的面，告诉大家，我和他到底谁才是真正的秦氏。我女儿就是陈亮家老婆。跟我说，她是谁？我不认识他，你们赶紧把他拉走。这位小姐，你刚刚脱口而出她的名字，怎么会不认识？各位，她是我老婆。我们在家里吵了几句，她气上头了就跑了，没想到摸头竟敢冒充傅少的未婚妻，连个亲老公都不认了。哦，对，各位，我们是两国正的啊，这个抵赖不了的。爸妈，救我！老婆，就别发疯了啊！要嫁给我这种货色了，你要是什么大小姐呀？走，好了。吵吵闹闹，这是干什么嘛？傅少，还不将这个地痞和冒牌货一起处置，为小姐出气。处置？行啊，只是想请示下伯父，到底谁才是冒牌货？这当然是爸妈，你们别为了我再逼傅晨了。海城众人皆知，这桩婚事是我们秦家搞办，爸妈苦心经营多年，唯恐婚约出了差错。我受点委屈没什么，只是你们别再为了我逼傅晨。我身为秦家大小姐，肯定不会辜负父母苦心，更不会给家里添乱。这位小姐，你已另嫁他人，怎么能是秦家大小姐？秦家要是偷偷纵容女儿嫁给别人，就是侮辱傅家。区区秦家受得住傅家的雷霆之笔？真正的秦家大小姐会使这种害死自己全家的蠢货吗？问题是你救我！行了，伯父，伯母，爸妈，人心是世上最多变、
这不可能。提议，也只有把筹码全部压在人心上，才能从死局里走出一条活路。冒牌货，就是他！冒牌货就是他！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？行了，老婆，我们走啊，我们走。我不，我才是真的女儿。快走！我才是你们的女儿，我才是。爸爸妈妈，让你们受惊了。你。附加奉上天宫华庭豪宅3座、豪车5辆，以及汉白玉玺1座和附加黑卡1张，都赠与秦小姐。天地为聘，礼节同行。看看，天宫华庭，这可是海城最高级的小区，能入住的皆是权贵。不止啊，这汉白玉玺便价值连城，还有附加黑卡。从此海城所有上流场合，秦小姐都畅通无阻了。傅少把水银当成了冒牌货，会不会？今天是大喜的日子，傅少怎么也都会留他一命的，还敢提他？偷偷嫁人，背弃婚约，为区区一个小混混倒他一耙。我说我随机应变，等你喊出水泥的身份，我秦家早晚毁在你们两个手。我也是一时情急嘛。别说了，那个死丫头现在跑哪儿去了？眼下我先要稳住她。秦小姐也是好事多磨啊，咱们差点被那个疯婆子给骗了。今天傅少积德，饶你们一次，再敢骚扰秦小姐，吃了你也不服，你们赔他，滚！陈亮，相爱3年，我对你是一心一意，这前后给你花了几10万，为什么要这么害我？为什么？要怪就怪你们全家造孽太多。什么意思啊？你到底是谁？今后我们桥归桥，路归路，再也不见。陈亮，你说清楚，你不准走！我爸妈已经不要我了，我只有你了，陈亮，我是真的爱你的，你不要丢下我，你不要丢下我，你别走。秦小姐，再见。啊，陈亮，你别走，陈亮，我不要，快起来，快起来。孩子，你还有脸说？孩子受了这么大委屈，你打他干什么？你看看他做的那蠢事，他这是要把我秦家往死路上逼呀！都是你把他整的蠢笨如猪。爸，别让我爸！你妈呕心沥血，为你维系回地，全都是为了我秦家的未来。你。孩子，你是真不知道天高地厚啊！妈妈一片苦心，全部被你辜负了。你怎么可以背着傅少偷偷嫁给那个小混混呢？哎呀，你真是蠢死了！我是被他骗了，我以为他对我是真爱。真爱，真爱能值几个钱？为了秦家，你还有钱去消费，还有钱去玩真爱吗？你知不知道，我秦家濒临破产，就指望着你嫁进傅家，我家才能起死回生。可是你，妈妈知道你不爱学习，不爱社交，就让你远离了上流社会，还帮你传出了海城第一美女的名号，目的就是让你嫁入傅家，一步登天，我们秦家也可以乘风而起。这么多年的谋划，全部你给你毁了。我知道家里现在是这样的情况，爸，我现在要跟他离婚，我去嫁给傅少。否认！他已经将结婚证甩在了傅少的眼前，傅少还会喜欢你这个有夫之妇，一个被别人玩过的女人吗？那怎么办啊？现在你的身份是不能认了，
一旦曝光你是真的秦水英，我们就把傅家得罪的死死的。傅少一旦要报复起来，我们连讨饭的地儿都没有了。那个冒认你身份的人，他叫什么名字？说话！赵思邈。一会儿派人去查下他的行踪，亲自过去向他道歉。秦家是我毕生的心血，想让我认输，你那么容易？爸，当年秦家卷款，逼你跳楼，儿子不会让他们嚣张的太久。在场的各位都是秦家的受害者，都被秦家害得失去了至亲。3年了，我们的计划终于迈出了第一步。这一杯，敬逝者。敬复仇，敬正义，请他娘的秦家早日完蛋！思邈，今天的计划怎么这么突然？我本想徐徐途径，但是傅晨突然把秦风和孙敏接回来，直接撞上，只有死路一条。唯有让你们引出秦水英，然后再当面戳穿你们的婚事，这样才有可能决出凶手。那今天也算是因祸得福，思邈的身份彻底坐实，秦水英也掀不起什么浪。没那么简单，秦水英只是个开始。难道当年你父亲的车祸不是意外？这就是那短命鬼搜集的证据。秦家私吞员工3个亿资产，逼得无数人跳了楼。我爸为了搜集证据，秦水英这场车祸，你是故意的，是不是？故意的，那又怎样？你们一帮穷鬼，命比纸还贱，还妄想扳倒秦家。赵思邈，你只配烂在阴沟里，想和秦家斗，只有死路一条。我们真正的敌人还没有出场。你说的是赵小姐口中的敌人，不会是我吧？秦老狗，你还有脸来！主变不惊，做事果断。我本在想，若是这出李代桃僵只为求财，未免太过可惜了。原来赵小姐是为了寻仇，这就说得通了。秦先生已经当着海城众人的面，亲口承认我是你的女儿。现在木已成舟，不管我是求财还是复仇，您都无计可施了吧？思邈，还跟他废话什么？我在同赵小姐说话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这只会玩弄女人感情的废物！你插嘴！秦老狗，就因为你私吞员工资产，害得我亲爹跳了楼。在场的各位，谁不是和你有深仇大恨？娘的还敢嚣张！原来诸位都是我秦某的仇家，难怪
赵小姐把你们一个个的搜罗起来，还真是煞费苦心啊。秦先生此来，目的何在？赵小姐，我是来跟你谈合作的。合作？秦先生人老了，脑子也不好使了。现在整个秦家的命都攥在我的手里，我无父无母，烂命一条，凭什么和你合作？说得对，那秦小姐为什么还不动手而演下去呢？我想，一定是秦小姐不满足于借刀杀人，想亲手将我秦家千刀万剐，然后再公布于众，方才解恨吧。既然知道，还不快滚！别急，看看这个，赵小姐，就算是为了复仇，你还是要顾及一下自己的身体吧。更何况，你们都被赵小姐给骗了。赵小姐只会把你们全部引入死局，而我会给诸位一条活路。死局？我相信赵小姐早就调查清楚了吧，只是隐瞒没有告诉诸位，我秦家已经濒临破产了。什么？那3个亿呢？那3个亿早就拿去堵现金流的窟窿了。现在整个秦家就指望着富家投资救命，就算你们将我秦家绳之于法，法院掘地3尺刮地皮，也榨不出1分钱赔偿款。到最后，诸位煞费苦心，出生入死，半分赔偿款也拿不到。为了报仇雪恨，为了正义。对，你们不是一无所获，至少还有一个轻飘飘的正义。但正义过后，你儿子刚刚出生，你有钱买奶粉吗？你哥死后留下个女儿，你有钱抚养吗？调查我，既然要来见你，当然得有备无患。赵小姐孑然一身，全无顾虑。但你呢？你爸死后，你妈一病不起住进 ICU， 每天消耗的那就是1万多的救命钱，这1年可就是360多万。现在为了复仇撕破脸，难道你想把你亲妈接回家等死吗？闭嘴！不管你。反正秦家已经快破产了，你能指出来什么活路？那就要看赵小姐肯不肯跟我合作了。我秦家需要富家投资救命，需要一个嫁给富少的秦大小。只要赵小姐同意，从今天起，我秦风的亲女儿只有你一个。只要你哄住富少，帮我秦家东山再起，在场的诸位，我给你们一人1000万。1000万？不仅如此，我知道诸位对我恨之入骨，只要赵小姐顶着水印的身份帮我秦家乘风而起，屹立不倒，我秦某人甘愿自首，一死向大家谢罪。这样，赵小姐便兵不血刃报仇，还可以嫁给富少，享受荣华富贵。在场的诸位一生衣食无忧。难道诸位只想为死者报仇，而罔顾活着的亲人了吗？还是说，赵小姐为了赌气，宁愿求死？这解药可是能保你10天的命。傅少，去查查我那未婚妻的真实身份。秦小姐有什么问题吗？我又不是瞎子，看得出她和那个疯女人有古怪。她不可能是秦水。她好大的胆子，在欺瞒您，她一定是贪图傅家的财产。要不
把他……很久没有遇到这么有趣的人，看在他让我高兴的份上，我可以不跟他计较。我更好奇的是，他是怎么让秦风那条老狐狸认下他的身份。副少，找到秦小姐了。秦小姐好像受了很大委屈，正在借酒消愁。秦风，你很好。思淼，要不你还是答应他吧。对啊，这个秦老狗他居然以死谢罪，我们既能拿到赔偿金，就能助人为乐，何乐不为呢？如果大家要不放心的话，就让他当场立字据。你呢？思淼，我妈的病真的等不得了。所以啊，赵小姐，仓廪实而知荣辱，正义这两个字，那可是镶了金的，穷人可消费不起。秦风三言两语就瓦解了我的同伴，秦水英这个父亲可比他难对付多了。这是100万，演技不错，秦小姐。你猜到了？猜到什么？猜到你是骗子，还是你的身份？无所谓，钱我照样给你。把家里有小姐脸的照片全部藏起来，放到暗室里去，一张也不许留。这傅少怎么也没通知一声，突然就来了？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怕什么？好，我不怕。快点，快点，这让傅少他们等急了。先生太太，小姐所有的照片都已经收起来了。待会儿傅少过来，你们都给我记好了。从今天起，傅少身边的这个女人才是咱们家的小姐。谁要是敢给我叫错了，就扒了谁的皮。是。伯父、伯母，打扰了。哪里哪里，让傅少久等了，请进吧。请。伯母，怎么你们家里连一张水印的照片都没有？是，我小时候害羞，不爱拍照，爸妈劝了很多次都没听，别笑我。是吗？哦，对对对，他不爱拍照。别说这些了，副少，请坐。怎么回事？不少。堂堂秦家的下人，连个冒名顶替的疯子都拦不住。我倒是要请问一下伯父，他和你们秦家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今天贵客来临，你把这个不三不四的人放进来，冲撞了傅少，你担待得起吗？三不四，你说我不三不四。给我赶出去！够了，
我没兴趣看你们秦家教训其他人，我现在就要一个解释，他到底是谁，和你们秦家是什么关系？傅晨，都是我自己自作主张，你别怪爸妈。这位小姐和我同名，也算是有缘。我看她口口声声说自己是秦家大小姐，像是得了什么疯病。她那个丈夫看起来也不太像会照顾人的样子，实在是可怜。所以我就让她来秦家当个女佣，端茶送水，正好赚点钱，把病治好。把衣服脱了，换上女佣的衣服，好好伺候。是吗，水姨？让我给你当女佣，你让我给你端茶递水，住口！还不感谢小姐的善心？带她去换衣服。原来是这样，水姨，你可真善良。那天我究竟和傅晨说了什么？醉得太厉害，想不起来了。他似乎在试探我秦水英的身份，又主动帮我进了秦家。为什么？爸妈，海城人人都说傅少冷酷无情，但真的相处了才知道，傅少对我是真的好。不像有些男人只知道甜言蜜语，关键时刻却靠不住。要是哪个女人为了这种男人放弃傅少，那可真是天下第一蠢啊！对，伯父，我知道水姨拿过全国钢琴比赛的金奖，不知道今天有没有这个荣幸，听水姨弹奏一曲呢？啊，这伶牙俐齿的小东西，这一次你又要怎么化解？水英刚回来没几天，身体还没有休息好，现在就让他弹钢琴，未免太过操劳。不如给爸弹一曲而已，哪能就累着？啊，好。姓赵的丫头就是个孤儿野种，哪来的钱学钢琴？这是找死不成？你没长脑子！水姨，没事吧？你的手……他居然是真的担心我。明明是我亲自出手试探，为什么看他受伤我会难受？连伺候人都不顾，还不滚出去！不要赶我走，老爷夫人，我求求你们了，就饶我这一次吧，别不要我。傅少，你看水英这手也没什么大问题的啊，就饶他这一回吧啊！傅晨，我没事的，只是伤了手，弹不了钢琴了。傅晨，是他故意的，他故意陷害我。还不必污蔑你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？水英千金贵体，难道为了污蔑你而踏上自己的手吗？傅少，您看，把人赶出去。从今往后，但凡这个女人受秦家半点污，踏入秦家半步，我傅家对秦家的统一计划直接取消。来人，把他给我赶出去！我不走，不要赶我走！爸妈，你们先陪一下他，我去处理一下伤口。好。傅少，委屈吗？在心挺疼。终于把照片都安置好了。哎，你说的，
那新来的小姐是谁来啊？不会是街上的放尿债吧？别想猜，赶紧赶回去。证据说不定就藏在这房子里。那死人到哪儿去了？谁？你在哪儿啊？他可不会是摸进暗室了吧？你说傅少好端端的，怎么突然就到咱家来了？该不会是这贱女人有什么撺掇，别有所图吧？怕什么？没了帮手，她一个弱女子，搬不起什么了。可你就不怕她误打误撞找到证据了？就算是在我秦家缺地3尺，她也找不到什么。你别忘了有一句话叫做“灯下黑”。灯下黑，你忘了？别乱说话，家里有外人。都怪你，非要他那员工的3亿元，否则我们家也不会搞得这么被动。要不是你和你的好女儿成天挥霍，我会铤而走险吗？还有，当时姓赵的一家收集证据，他们没能利用也就罢了，你们居然全给撞死了，害得我不得不亲自出手摆平，你还有脸怪我？你清风，你还是人吗？水英是你的亲生女儿，你让她自生自灭，给她冒牌货续命的药，你还是人吗？哭什么？那个解药最多能续赵思邈10天的命，人总是要给点希望，他吊着，做事才会积极。等赵思邈把傅家的钱弄回来，咱们再给他断药，最后给他做成意外死亡。到时候谁还有心思查我们给没给水银钱的事儿？对，到时候咱们把水银的名字改了，再给他整个容，接他回家啊。谁？哪有声音？有声音。伯父、伯母，傅少找我们呢。可能是我听错了，先下去吧，别让傅少再起疑心。差一点，不能再待下去了，免得打草惊蛇。只是好不容易摸进秦宅，偏偏没能找到证据。证据到底在哪儿？灯下黑，灯下黑。傅晨，你怎么找我？不是说来处理伤口的？一点小伤而已，不碍事的。还是说傅少没听到我弹钢琴，有些遗憾？我想看到的
是你随机应变、硬实力道。我是想看你自残。傅少说笑了，我这个是意外烫伤，难道傅少心疼了？你还真是自信啊！心疼？算不是，你是我的未婚妻，正是我的你的身体同样是我的精神。谁准你擅自评判我的东西了？哦，原来如此，看来我得好好加把劲儿，好让傅少的财产升值。只要你下次别再做出伤害自己的事情，我拭目以待。你刚才一直在说啥？等等，还记得你上次喝醉之后对我说了什么？我说什么了？你说我是有钱的王八蛋，还说这个世界上除了你，没人把我当人看。我这么崇敬副总，怎么可能说这种话呢？你的胆子可大着呢，还知道骂完人后给点甜头，做应急处理。骗了我那么多事情，总该给我点甜头吧？傅少满意了？还不错。别说了，下次请傅少自重。这个吻是另外的菜，我怕你付不起。害羞了？还能想到什么骗我的理由吗？我刚刚回房没找到药，所以就来了书房，正好跟爸妈错过，然后出来就被你审问。这个理由有失水准。那傅少愿意心甘情愿再被我骗一次？走吧，别让长辈等累了。雪英，你上次喝醉之后还跟我说，你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了解我的人，你想要嫁给我，和我白头偕老，认吗？傅少真会开玩笑。不管想做什么事情，我傅晨说的话永远算数。任何事情，我都可以做你的手。走吧。傅少，那就说好了，婚期就定在下个月。真的不跟我回去？傅少说笑了，我们还没有结婚，秦宅就是我的家，我肯定要住在家里啊。好。傅少走好。害怕分别，千年，如果时间再重来，回来会不会选择孤独的等待，结局是一张空白。秦水一喝醉时让我带他进入秦家，现在又坚持留下，秦宅到底藏着什么吸引你？贱人，你干什么？你打坏了他的脸，如何向傅少交代？我不管你用什么手段陷害水英，我告诉你，我们秦家只有一个水英，而你就是个冒牌货。下次见到水英，最好把头给我低下来。贱的。可是傅晨说了，但凡他秦水英敢踏进我们秦家100米之内，你们一分钱也不拿，我怎么见他？你够了！
赵小姐，我夫人爱女心切，一时冲动，您别放在心上。我对赵小姐这个合作对象还是很满意的。比起水英那个蠢丫头，你赵思邈才更像是我秦风的女儿。老公，秦先生过誉了。我以为我惩治秦水英，你会觉得我是心狠手辣的。怎么会呢？水英得罪过你，你若是真的心狠手辣，早就把她杀在你面口了，却屡次留她一命，又在傅家人面前多次替我们周旋，你就是我秦家的大恩人啊！明明打定主意一弄到钱，马上就杀了我灭口，现在还能把姿态摆得这么低，老狐狸果然难对付。我知道好歹，但有些人别不知轻重，从中作梗，到时候我们自然能顺利和解。你什么意思？今时不同往日，秦夫人，我们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蚁，是你们有求于我，是你们该讨好我，否则大家同归于尽，有什么好处？贱人，你不要太猖狂，占着我们秦家有暂时的困难，就你一个没爹没妈的底层贱种，也想爬到我们头上来？我告诉你，在我们秦家昌盛的时候，别说折腾你了，就是开始撞死人也不成问题。闭嘴！你就不怕他误打误撞找到证据了？就算是在我秦家掘地3尺，他也找不到什么。你别忘了有一句话叫做灯下黑呀。灯下黑，证据到底会藏在哪儿呢？原来如此，证据一直都堂而皇之的藏在最显眼的地方，怪不得性情的有恃无恐，因为证据根本不在儿时，只是今天为了迎接傅家，才不得已把照片暂时都藏了起来。妈妈，我做到了。三少夫人，书房暗室的门不知道被谁打开了，一定是姓赵的那个死丫头。快去小姐卧室。小姐出来过吗？没有。没出来啊。思邈，思邈，思邈，你在吗？思邈，这死丫头，我就说嘛，顾少突然来家里，他就是想趁机找证据，还说跟你合作，都他妈的放屁！他这是要害死我们全家呀！老公，老公，生死在此一搏。这次如果真让他找到证据了，就算得罪了傅少，我们也要杀死他。来人，给我打死！傅晨，他怎么会来？思邈啊，叔叔也不逼你，但叔叔有一句警告：神经毒素的解药可在我的手里。思邈，你可要惜命啊！男佣跟我出去，女佣帮他搜查身体，这样咱们大家都安心了。别！傅少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和水英情投意合，我想她了，自然回来。傅少这话骗得了谁呢？怎么，伯父还要挖出我的心来看看真假？倒是你们拖拖拉拉，这有什么不能让我这个准女婿知道的吗？这是我秦家的家事。家事？不知道你们秦家等着靠我的投资翻身，算不算家事？老公，什么都没送到。啊！这才一会儿不见，我就想你了。
我现在要把我的女人带回家，你们有什么意见吗？哎，年轻人感情好，那自然是最好的。傅少，一路平安，雪英注意健康。还好赶着回了卧室，要是门被砸开，秦风发现我不在，事情就不可控了。只可惜没能找到证据。怎么可能？证据就藏在这里，可为什么不见了？难道证据到底被谁拿走了？停车！你干什么？我看你心情不好，陪你走走。今天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你肯定是知道了什么，所以回来跟我解围。我们之间一直都是合作关系，我不想欠你的人情。我的人情债可不是那么容易还的。你想要什么？小朋友，你没事吧？谢谢姐姐。那哥哥，这个给你。小孩的玩具，给我。爸爸说了，女朋友都是要哄的。你拿这个哄姐姐，这样姐姐就不会生你气了。啊，等等，我不是。不是什么？不是生我的气，还是不是我女朋友？给，我帮你点。开心了，那我们还算是交易的关系。算了，正好我们到了。到了。到哪儿了？这是哪儿？你家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这个 U 盘里面有能够真正扳倒秦家的证据。傅少拿着这些证据是想威胁我。你费尽心思都想要拿到证据，那么为了一击毙命，你势必会找一个最万众瞩目的场合，将秦家的罪行公之于众，免得秦风故技重施，暗箱操作。是我这样。你的选择并不多，毕竟这场审判的观众越多越好，所以你会选择。傅少提这些，想要什么？你有没有想过，那是我们的婚礼，你确定要把我们一生一次的婚礼当做复仇的舞台吗？傅少，你说这些，难道是真的想去逢场作戏罢了？何必？我是真心的，从第一次见面我就告诉过你，不管是做生意还是做人，我傅晨最讲诚信。既然选择了你，此生不悔。傅少既然已经查出我的身份，就应该知道，我爸爸被秦水英开车撞死，我妈妈被他们活活打死，此仇不报，不配为人。别说是一场婚礼，就算是我的命，也没有复仇重要。傅少如果是想劝我放弃，倒不如直接杀了我。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，我就会拉着秦家一起下地狱。思淼，别说了，傅少，
你根本就不了解我，我在你面前所有的一切都是装出来，我就是一个彻头彻尾只知道复仇的疯子。所以，谢谢傅少错爱。如果你想取消婚礼，悉听尊便。现在，请你离开。我不是来劝你放弃复仇的。别让他们的血脏了你的手。让我来，你信我吗？恭喜！哎，恭喜！里边请。老秦呐！哎呦，张董，张董，欢迎啊！你这闺女养得好，养得值啊！这搭上了傅家，那可真是金鳞岂是池中物，一遇风云变化龙啊，今非昔比呀！你可别忘了我们这些老的生意合作伙伴呢！啊，过誉了，我秦某岂是不念旧之人？今天啊，大家同喜。我前一段时间听说海城有些人说你们秦家资金链断，好像不行了。现在看来呀，纯属谣言啊！对。哎呀，那些个都是嫉妒我们秦家的人，我们秦家随时有充足的资金和诸位合作呢。可不是嘛，就算以前有问题呀，现在也万事大吉了。收拾婚礼漏那么一点点，就够咱们一步登天了。肯定是的。哎呀，不说这些了，大家里边请。行。梁老板那边怎么说？不知道呀，没说不满意吧，可也没给投资。蠢货！我秦家养了他20年，生死存亡的关头，要他出力，连个人都伺候不好。要不然公就算了吧。以傅少所说，今天结婚啊，他肯定会出一大笔钱的。你能保证吗？赵思邈对投资这个事推三阻四，现在又瞒着傅少，我们无从下手。以防万一，梁老板这条线儿不能掉。这线真该断了他的腰。现在赵思邈还死不得，再等等，反正他的命随时攥在我们手里，不怕他耍赖。什么？我没看错吧？傅氏1半的资产的老公，合同上有傅少的私章，假不了。这是1半的傅氏。哎呀，赵思邈不会经商，又需要我的解药来续命，到时候肯定会交给我们来经营。那不就是我们秦家一步登天了？岂止是一步登天，这是要与傅氏并驾齐驱。好。爸妈，思邈，你怎么来了？都说新郎新娘结婚前不能见面，这样会不吉利，命会不好。我们这辈子过得好不好，命说了不算，我说了才算。你马上就要是我的女人了，这辈子每天都能见面，提前1天又如何？怎么就这辈子了？说不定我反悔了，或者变心了。你敢？你猜？不闹了，秦风刚才在门口，都乐得快要跳起来。你把合同照片发给他们。既然要钓鱼，肯定要有鱼饵，让他们放松警惕，之后你对付他们就会更方便些。你这是心疼我？不跟你说。
都结婚了，还试探我？想什么呢？毕竟是你日思夜想的证据，真让你惦记的茶饭不思，我可舍不得。思淼，你选择了合同，我很高兴。我也很高兴。妈，哎呀，我的小祖宗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不在杨老板身边好好待着，跑这儿来干什么？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哎呀，水英啊，你真是太任性了！你忘了傅少不允许你出现在我们面前吗？要是被他发现了，傅家的投资可都全没了。你快回去吧啊！我不回去。你这孩子，爸妈，我来是有正经事儿，杨老板的事儿。杨老板能有什么事儿？让你来告诉我。杨老板想要的不是我，是那位要嫁给傅成的秦小姐。你疯了？那是傅少的女人。我没疯。你们不是本来就打算好了，等那个贱人婚后从傅成身上套到钱，帮秦家脱困，就做成意外身亡。到时候就算是傅成也想不到，你们会杀了自己的亲女子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反正那个贱人迟早都要死，直接杀了多浪费呀！不如做成失踪，私下把她卖给杨老板。那个老不死的玩到傅成的老婆，那出手肯定更大吧？到时候我们傅家杨老板两头这什么呀？让那个贱人嫁给傅成，不就是为了钱吗？就该废物利用，从他身上多赚点钱。好，这个主意好。钱这种好东西啊，多多益善，就这么办。好，我这就转告杨老板。各位亲朋，各位来宾，今天我们齐聚于此，是为了参加傅成先生与秦水英小姐的婚礼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有请新娘入场。穷是命你自带的，赵思明，你注定被我永远踩在脚下，笨大傻。傅少，我的宝贝女儿就交给你了。赵小姐，仓廪实而知荣辱，正义这两个字，那可是镶了金的，穷人可消费不起。新郎，你是否愿意娶她为妻？将来不论顺境或逆境，不论富裕或贫穷，直到死亡将你们分开。我愿意。新娘，你是否愿意嫁他为夫？将来不论健康或疾病，都爱你，珍惜他。我愿意。我宣布，二位正式结为夫妻，请新郎亲吻新娘。秦家，你们的末日到。这份合同谁签下它，傅氏半壁江山就归他所有。这就是我给水英的聘礼。疯了，都疯了！这可是傅氏一半的资产呐，你跟海城所有其他事业总和了。以傅氏为聘，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。傅少对秦小姐的爱，真是惊世骇俗。
这太贵重了，我不敢收，怕什么？你值得。张思明，你得意不了多久，我要让你从天堂直坠地狱。水英啊，是我们秦家的掌上明珠呢，我把它抱在手里吧，怕掉了，含在嘴巴里又怕它化了。如今傅少这一诺千金，我宝贝女儿的未来可算是有着落了。水英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傅少一片心意，你赶紧把合同给签了也好，让爸妈放心。妈，既然这份合同是给秦家的聘礼，那不如就由你们来签。真的吗？好，有了傅氏一半资产，我秦家当起死回生，乘风化龙。再按水英所说，把这个冒牌货卖给杨老板，神不知鬼不觉，到时候就是傅家能奈我何？我来签。你们不是本来就打算好了，等那个贱人婚后从傅晨身上套到钱，帮秦家脱困，就做成意外身亡。到时候就算是傅晨也想不到，你们会杀了自己的亲女。反正那个贱人迟早都要死，直接杀了多浪费呀！不如做成失踪，私下把它卖给杨老板。那个老不死的玩到傅晨的老婆，出手肯定更大方。到时候我们傅家杨老板两头通吃。好，这个主意好。钱这种好东西啊，多多益善。是谁？是谁在放录音？是谁啊？护毒尚且不识字啊！你姬皇媚女儿，你还是人吗？这是个畜生！是你。怎么样？这是我最后一次碰你了。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答应我的，你答应我给我们一场完美的婚礼。爸妈，我是你们的亲生女儿啊，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不是那样的，水英，不是的，不是的。我早该猜到，就是我把心挖出来，在他的眼里也比不过亲手报仇。陆少，给我拿下！不对，部长，这个录音肯定是伪造的。水英，那可是我们的亲生女儿，我们怎么可能做出这种大逆不道、伤天害理的事啊？是呀，部长，那这是个假的录音啊！我们一定是有人陷害我们啊！对，有人陷害我。饶命啊，部长，不是这样的。也对呀，血浓于水嘛，这爹娘怎么能忍心呢？是吧？是啊，这秦家对他家的女孩宠爱有加，大家都是有目共睹。20年了，难道还是不错？这会不会因为有人嫉妒而陷害呀？这录音不是假的，我可以证明这录音是真的。水英，你不要命了吗？是你们颠倒黑白，20年了，海城人尽皆知秦家疼爱你，可事实根本就不是这样。从我出生起，爸妈就嫌弃我是女人，对我非打即骂。我这双手还有我身上大大小小的伤疤，都是他们虐待的证据。不然我一个千金小姐怎么会遍体鳞伤？不是的，明明是。后来我长大了，秦家生意出了问题，
他们就逼我嫁给未曾谋面的富少，我不同意，就又是非打即。好啊，传言秦家要暴雷，原来所言非虚啊！慢，秋荣，这是无耻之极！好在后来我同意加入傅家，他们才温柔了许多。但是他们一直逼我向傅家骗情，来贴补秦家，我不同意。秦家生意上出了问题，为什么要牵连别人？可有人贪心不足蛇吞象，等不及了，为了钱竟然联合外人谋害自己的亲生女儿！畜生，畜生不如！畜生啊！真是个畜生！不是这样的。钱，就为了钱，在你们眼里，钱还比不过骨肉至亲是吗？想到，在你们最后想要害我一生的时候，还不忘从我身上捞最后一笔，我受够了！打得好，对，打得好，别打！雪玉，够了，别脏我的手。是我言而无信，是我辜负了他。为什么事到如今，傅晨还在帮我？我不值得的。明明是假哭，我居然还会心疼。傅晨，你真是没救了。小骗子，我再帮你最后一次。既然你们不要这个女儿，那我就收下。从今往后，她就只是我傅晨的妻子，再也不是你们秦家的女儿，和你们毫无瓜葛。而你们就体会体会我傅晨的手段。给我解释，不是这样的，是他在胡说八道。拖下去。哎，不，是他在撒谎，他根本就不是秦家的大小姐。这怎么又说秦小姐是假冒的啊？当初他不就是他夫妻俩亲口承认的吗？哪有父母不认自己的亲生骨肉的啊？傅少，他真的是个冒牌货。他的真名叫赵思邈，是个孤儿，身上的伤与我无关。真的，她根本就不是我的女儿。这个女人阴险狡诈，满嘴谎话。傅少，你千万不能信她。爸妈，我知道你们对我无情，可是现在你们连我的身份都不认了，血浓于水。他妈的，给我闭嘴！对我的妻子说话尊重点。不是，傅少，他只是个假冒的。是啊，不是。你说他是冒牌货，那为什么之前订婚宴上你们不早拆穿，反而一直假装？怎么？难道秦家连个真千金嫁给我都找不到，要找我人假扮？可见是死到临头故意攀缠。你这种灭绝人性之人的话，我一句都不信。那是因为，就算你说了实话，我娶了个冒牌货，那又怎么样？如果她真是冒牌货，你之前认她为女儿，就是有意骗我。秦先生，你要知道，我傅晨最恨骗子。不是，他是假的，他叫赵思邈，不是秦水英，是假的，都是假的，她不是我的女儿。是的，爸，既然你都不认我了，那我们就恩断义绝，我也不会再提你隐瞒了。今天我就要当众揭露秦家最大的秘密。赵思邈，难道真的要置我秦家于死地不成吗？爸，事到如今，我也不能再听你。大家还记得3年前秦家的案子吗？是说秦家侵吞员工资产3亿？这个案子不是派秦家胜诉，没有证据吗？不是没有证据，是秦家隐瞒了证据。莫非这 U 盘就是？没错，这个 U 盘就是3年前秦家隐瞒下来的秦家最大的罪行。啊，这他隐藏着。 3年前，
我无意中发现了父母的罪行，我深知爸妈罪无可恕，可是爸妈对我有养育之恩，我又怎么忍心去告发，让他们一把年纪了还去坐牢？可是现在爸妈害我，不认我，甚至和我恩断义绝，那我也没有必要再隐藏。今天我就要替这些枉死者讨一个迟来3年的公道。3年前，秦家将所有员工的医疗保险、退休金、安置费全部私吞，席卷3亿巨款，无数人被逼得跳了楼，死不瞑目。有一个男人，他暗中收藏证据，为了枉死者伸冤，可秦家却活活看着把人撞死。秦家为了从男人手里夺来他用命换来的证据，就当着女儿的面把母亲活活打死。这些就是秦家所有的血债。这3年，秦家欺上瞒下，蔑视天理，隐藏证据，苟且偷生，甚至还想借着夫家东山再起，可枉死者无处申告。就是死了底层几个贱民而已。你以为他们只是账本上的一串数字吗？他们是一个一个有血有肉的人，他们是无数个支离破碎的家庭，他们是一条血淋淋的人命。人在做，天在看，午夜梦回时，你就不怕不心虚吗？那些被你们撞死，被你们活活打死，被你们逼得跳楼楼到冤魂，就不怕他来索命吗？就不怕报应吗？血债就只能怨血来偿还。今天我就让你们看看，什么叫做天理照常，报应不爽。简直丧尽天良，禽兽不如。我知道是我对不起你，但是我求你，别拿走证据。你对我就不能有一丝信任吗？你们还有什么想说的？不是，她不是我们女儿，她是骗子，她是骗子来的。拖下去，走法律，送去接受审判，把证据送到，告诉他们，给我从重从严处理。是。我不要坐牢，他是冒充的，我不要坐牢。爸妈，我做到了，我替你们报仇了，你们看见了吗？傅少，婚礼还继续吗？继续。有的人宁愿撒下弥天大谎，都不愿意做我真正的妻子。5分钟之内给我清找。走。为了这场婚礼，我日夜不断，亲手筹备了整整1个月。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侯爷，对不起。大仇已报，记得是我欠你，你想怎么报复，我就写定嘴边。我知道你身负血海深仇刻骨薄，我也知道你会为了报仇不择手段。既然如此，为什么那天不直接选择 U 盘，还要给我希望？那天你在你父母的向前选择那份合同，说要做我真正的妻子，你知道我多高兴吗？骗我就这么有趣吗？
我的人正巧录到了那段录音，这是我最后的机会。对，我还轻信了你的话，亲手把证据交到了你的手上。傅晨，你不该读的，不值得你读。我知道你没有家人，我愿你做你新的家人。我发过誓，我会替你复仇的。你从来就没有相信过我，哪怕1秒，对吗？傅晨，为了接近你，我给自己注射了秦家的神经毒素。秦风最后给的解药只能保我10天，必须尽快复仇，我等不起。你想要的，我也给不起。说话！傅晨，你不会再见到。我走了。傅少，就让夫人她这么走了吗？让她走！秦家倒太好，秦风更不会好心放上秦阳。我没有未来了。我和他再无瓜葛。傅晨，忘了我，永远不要再想。旧案凸显新证据。秦家侵吞员工资产案重审，大义灭亲，女儿婚礼举报父母。专家判断，根据证据力度，秦氏夫妻最高可判处死刑。爸，妈，我来看你们了。3年了，我终于做到了。爸。妈，我结婚了。妈，你在地下也可以放心了。手眼通天的秦家倒了，我终于替你们报仇了。现在就只剩下爸爸车祸的罪魁祸首秦世义，但你们放心，我一定亲手抓住他，送他下去，给你们磕头谢罪。爸，你从小就教我落子无悔。我也从来没有后悔，可是现在我做了一件事情，我为了复仇辜负了一个人的真心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爸妈，我好想你们。不要别紧张，这是解药，我不会让你这么轻易的去死的。赵思邈，我就知道老鼠终究会回老鼠洞，你总算落在我手里。没让我死，你是想威胁傅晨？你一个人来的，不怕傅家寻仇？傅晨，我已经通知他了，外面全是他仇人杨老板，他要是敢来，他能跟你一起。赵思邈，是你害我被人抛弃，被我父母厌恶，是你抢走我的身份，抢走我父母，抢走我的未婚夫，是你父母入狱。我从千金小姐到现在如今家破人亡，全是你害的，我肯定是要死了，你也活不了。是你害了我父母，我才一心报仇。是你父母罪恶滔天，所以才咎由自取。所以害你们的不是我，是你们罪有应得。你他妈给我闭嘴！你恨我？你凭什么恨我？你爹妈就是蝼蚁贱民，生来低贱，生来就是我的踏脚石。他们死，
是因为他们命贱短命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秦水英，你还真是傲慢的不可救药。你以为我会为了钱替你做事？你把我们当成一块石头，可你没想到，石头也会玉石俱焚。妈，你们听见了吗？女儿终于为你们报仇了，我终于可以亲手把秦家送下去给你们赔罪了！你他妈给我闭嘴！得说点什么转移他的注意力。秦水英，你还以为自己很高贵呢？我爸妈死了，我还能给他们上炷香。我听说你爸妈好像已经入狱了呢，听说好像是要判死刑了，怎么办呀？你以后可就要跟他们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了。你胡说！我爸妈怎么可能会被判死刑？我不信！就算你复仇成功，又能怎么样？杨老板会放过你？我听说那位杨老板年纪可是跟你爸爸一样了呢。怎么，在床上的时候，你是不是也要管他叫爸爸呀？海城第一美人，我杀了你！贱人，没有了秦家的解药，你也会死。不得好，我们都不得好。在此之前，我先送你下去，给我父母赔罪。大姑娘，你就没有过亏心的事吗？傅晨呢？傅晨他为了娶你，付上傅家的半数身家，他对你那么好，你呢？为了复仇，你辜负他对你的一片心意。既然选择了你，此生不悔。遇见你，我愿意赌，我也赌得起。我知道你没有家人，我愿意做你新的家人。我发过誓，我会替你复仇的。你从来就没有相信过我，哪怕一秒。对你，不错。去死！你去死！还要死吗？傅晨，我欠你，下辈子再还。放开他！别来！小心我割了他的脖子！我说了放开他！我说了别过来！听不懂吗？滚！等等。这就对了，小心我让他现在就下。你放了我妻子，我可以破例留你再僵持下去。他掉一根头发，我砍你一个手指。没想到啊，没想到，传闻中最恨别人欺骗他的富家阎王，会对这样一个满口谎言的女骗子情深知己。他有说过一句我爱你吗？傅晨，我爸妈的死你也是罪魁祸首。今天我就带着你最心爱的女人一起下地狱。老陈，你可真是蠢啊！我没事吧？你受伤了，我们去医院。你在担心我？你怎么还是来了？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你中了秦家的神经毒素，要是不是跟着查封秦宅，发现了药剂，我都不知道你弯弯绕绕的打算。有傅家在，你还怕研制不出解药？我不值得的。所以你让我一无所知。你是觉得有朝一日，我发现你死了很久之后，还能若无其事另寻新欢？你以为我对你的情感就这么浅吗？都不肯再多给我一丝信任。不是的。那是什么？我不敢。自从爸妈死后，所有人都被秦家的钱财摆脱，所有人都成了秦家的走狗。我已经习惯了不相信任何人，习惯了自己照顾自己。只有这样，我才能活下去，才能替爸妈报仇。你是在爸妈死后唯一一个愿意保护也能够保护我的人。有你在，我总是觉得很安心。我想依靠你，你让我觉得安全。可是这样，我又害怕自己哪天真的就完全相信你，我怕自己会动摇。所以你才隐瞒毒素的事情，想和我彻底诀别。我本来以为
这是我们最好的结果。但是在刚刚濒死之际，看到你来了，我才发现那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来了。我来了，我以后都会赶到你的身边。毕竟我向岳父岳母发过誓。我也终于学会相信你了，只是我学的可能有点慢。傅晨，你还愿意再原谅我一次吗？我不在乎你骗我。什么？我只在乎你想不想骗我一辈子。赵思淼，你想吗？我想。